解放军在对台岛开启战备警巡的时候，一艘台军护卫舰和我军驱逐舰发生了对峙。对此，台军出动一艘118吨的小艇，公然威胁我军7000吨级的052D 驱逐舰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针对这次的美台勾结，我军的反制除了进行军事演习之外，还进行了战备警巡，多艘舰艇前出台岛，围绕台岛进行一系列巡逻任务。由于我军舰艇是围绕台岛进行的战备警巡任务，所以这些舰艇都处于实弹状态，携带了大量的导弹，随时都处于发射状态。这也让台当局十分的紧张，因为台当局领导人才刚和麦卡锡会面，企图以美谋独。之前大陆就多次警告了禁止会面，结果美台双方还是勾结在了一起。为了避免这些战备警巡的舰艇突然发射导弹，或者说擦枪走火，台防务部门出动了多艘舰艇进行应对，并且由于解放军这次的阵仗有点大，派出的舰艇实在是太多了，台防务部门不得不将海巡署的船都给派出来进行监视。仗着这次是在家门口进行监视，所以台军的底气都足了不少，都敢和解放军的军舰进行对峙了。在8日下午，台海军一艘舷号为1206的康定级护卫舰迪化号就和我军一艘舷号为131的052D 导弹驱逐舰太原号在台海发生了对峙。从纸面数据上来看，台海军的这艘舰艇吨位只有3000多吨，并且还是在上世纪的97年服役的，到现在已经有26年的舰龄。而太原号是我军在近几年来才下水服役的一艘军舰，排水量也达到了7000吨。在火力配备上，一艘护卫舰和一艘驱逐舰更是相差甚远。一旦双方打起来，那台海军的这艘舰艇绝对是被吊打的份儿。因此，台海军在这时候也感觉到了一丝压力，在和我军舰艇对峙的时候开始摇人。结果这不摇人还好，一摇过来艘海巡署的船。这艘舷号为10079，排水量118吨的海巡救难艇，面对还在对峙的迪化号护卫舰和太原号驱逐舰，直接使用无线电广播喊话的方式警告我军驱逐舰，称自己正在迪化号附近进行监视，请中国大陆131军舰立即离开，如果继续前进的话，将会采取驱离措施。对于台海巡署的这番警告有没有用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就这么一艘100多吨重的小型舰艇，别说威胁海军了，就连海警都不带怕的。现在我国海警可是有着不少的万吨巨舰，就连新下水的海警船都有着3000多吨，并且还配备了76毫米舰炮，无论是吨位还是火力，都远超本次台防务部门派出的舰艇，更别提身为海军驱逐舰的052D 了。因此，面对这艘舰艇的威胁，我军052D 选择了无视并继续前进，和台军的迪化号护卫舰最近的距离仅为3海里。而面对我军军舰的无视威胁继续前进，台军舰艇也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，只能眼看着我军继续行动。正在进行对峙的迪化号护卫舰也自知不是对手，选择了绕道。事实上，这艘118吨小艇在对解放军喊话的时候也非常紧张，说话不但结巴，还带上了颤音，显然是害怕了。因为这艘小艇上的人也知道，如果一旦动起手来，自己和迪化号加起来都不够人家一艘驱逐舰打的。现在喊话只是装装样子罢了，是为了给岛内民众以及台当局看看，至于能够起到什么作用，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了。反正只要样子做出来就行了。而我军的回应也丝毫没有给台军留面子。从台岛方面发出的消息是，我军并没有对这番喊话进行回应，而是自顾自己的继续前行，等于是无视了台军的警告。因为我国早早的就说了，台湾是中国领土，不存在什么边界。而解放军在中国领海巡航完全是分内事，轮不到他人指手画脚，更轮不到他人来管辖。目前岛上的台独分子也是知道，
一旦未来解放军和台军产生冲突，那么台军没有任何的抵挡之力。但是为了鼓噪士气，又不得不上蹿下跳的找存在感，就是苦了那些台军士兵。像这次的这艘118吨的小艇喊话威胁我军 052D 这事儿，在明知道真动手了会被解放军单方面吊打的情况下，还是不得不说出些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谓狠话，让解放军赶快离开。话虽然是挺硬气的，但是这语气就已经将心理状态透露得一清二楚了。